好累，真的好累，终于可以不再撑了。太好了，我要死了吗？这是我，不对，这是……娘，谁的身体？来救人了！快点救人！好了，越来越远了，我又要沉下去了。快，起来！我这是被救了，头好痛，胸口也好痛，可我还没死。楼家的姑娘怎么想不开？做过那样的事情，想不开多正常。二小姐，老爷那边传话了，秀女名字已定，您的名字在上面。哪怕明日无处安身，哪怕死在路上，也好过被送进宫里，做一具活着的摆设。也不知道出了这道门，我还能不能活。可我知道，若今晚不走，我这一生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。雨这么冷，心却像被火烧着。我害怕，也想笑。原来逃离牢笼的第一步，竟是这样狼狈又痛快。每一步踩进雨里，都像踩碎一条旧规矩，我害怕被追回去，我怕前面更苦。可我也忍不住想跑快一点，只要能离开这里，哪怕前方是黑的，我也要自己走过去，这扇窗翻出去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！你个死丫头片子！你为了那个江参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！你为了江参跳河，你要把娘的命也搭下去，是不是？他江参考上大学就金贵了，你就把自己作践成这样！你个死丫头，你还敢哭？你还有脸哭？考上大学是机会，不能为儿女情长耽误前途。你以前不是说，等你有出息了，就接我去城里？那时候我们都小，人总要往前看。他自己愿意。他自己愿意，我能怎么办？这就是交代。姐照顾你们江家3年，这事儿你认不认？妮妮这3年确实没少往江家跑，洗衣做饭。第二件，你复习那阵子，我姐是不是让你少下地多看书？这事儿你也认不认？那到底是我姐不好，你考上大学以后，嫌乡下姑娘配不上你。忘了乡下姑娘，妮妮真没少帮忙。你也认不认？原来你不是退婚。你少给我们家扣帽子，我们可没亏待她。钱能买掉我姐3年的付出吗？我们这是给交代，别不识好歹。
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不是我姐品行有亏，也不是娄家贪钱纠缠，你亲口说，就是你自己心意已变，道歉。对不起。是谁非大家都听见了，你要是再出去乱，我就去大队找支书，让支书当面评理。青青，谢谢你，我还以为都是我的错。不是你的错。行了，哭什么？下午去镇上买只老母鸡回来，再顺手带点盐和针线。要一只老母鸡，再拿盐和针线。你有事？让我瞧瞧。小娘们敢打我，别跑！还不走？我只是避难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是谁？站出来！我给你带了些吃的。他不会罢休，会报复，会造谣。你走吧。怎么空着手回来了？没找着。买个鸡都买不好，你有什么用？明天若有闲话，别信，别哭，也别寻死。女人被害，不能先倒下。我只是好心送他一程，不想坏人名声。后来怎么了？后来，他跑进了荣怀家。哎，你说这荣怀家，哼！哦，这成荣怀了。你看看，真是个太子。你去过荣怀家？我去了荣怀家。
跑进男人家，不就是想让他娶你？赵婶儿，你也是女人。如果当年你被人堵在巷子里，刘栓堵路，羞辱我，我只好躲进荣怀家。我去的时候，他不在家，我没有地方可去。若逃命也被骂，以后哪个姑娘还敢跑？你怎么隐瞒的？若不进荣怀家，也许母亲连骂我的机会都没有。荣怀家，这话谁信啊？孤男寡女的。说完，荣怀，你这是干啥？昨晚是不是你追的他？啥追人？你别听他乱说。我问你，昨晚是不是你堵他的路？他昨晚进我家只是避难。谁再拿这事乱说，就到我面前说。我也没乱说。说清楚，你昨晚到底怎么做的？进屋，别在外头再让人看笑话。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事儿传出去，咱家还怎么做人？你姐怎么办？这个家怎么办？你是想把家里的名声全毁了吗？你给我跪下，好好想想今天的事儿。你知不知道人家怎么说你？你这是要逼死这个家！我没做错，错的是刘栓，不是我。这一世，我不靠任何人。谁？会不会是他？是我。开门。不开门才像真有事儿。娘，开门吧。你刚才说负责，啥意思？我娶她。这不就是有事儿？昨晚他进我院子，是因为刘栓追他。我没碰过他。既然啥都没有，那你娶她干啥？因为你们的嘴脏。
你娶我，是为了堵流言，还是为了可怜我？会不会打我？不会。会不会骂我？不会。会不会逼我做不愿意的事？我不是流川。我嫁给你以后，若我想挣钱做事，你会拦我吗？只要不犯法，随你。青青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啥？娘，我嫁。我若不愿意，谁也不能替我点头。彩礼我给。她嫁过去以后，我不让她饿着，不让她冻着，不打她，不骂她，也不让别人欺负她。从今天起，娄青青是我未过门的媳妇。谁再拿昨晚的事嚼舌根，就到我面前说。你要是真娶她，就不能糟践她。嗯。你真的不后悔？不。那我也不后悔。荣怀，说。你刚才答应我的话，也没有枪，是说给村里人听，还是说给我听？嘴上说的轻巧，男人在外头一句话，女人一辈子就搭进去了。婶子不信我，应该。换我也不信。那你拿什么让我娘信？今晚。哼，守一晚上门就算本事啦？不算。我要的不是你替我做主。知道。那我要是以后反悔呢？你想清楚前，我不碰你。你真反悔，我送你回娄家。这话你记住。记住。我也记住。明早别怕。我不怕。一个两个都犟。娘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荣家这礼是真心送来的。木箱3天内打好。他还真来了。娘，姐，我走了。心姐，好好的，嫁出去就别哭哭啼啼。这就嫁过去了。荣家那小子脾气可不好。不用理他们。想看热闹，就离远点。
这里挺干净的。今晚睡哪？你睡床，我睡外屋。一人一床被子，中间隔开。你若不放心，可以睡床沿。我习惯了。我做饭。我帮你。今晚吃这些。不用管我。给你的。你做的？不难。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嫌弃？你把手给我看一眼。怎么来的？小时候被推了一下。疼了很多年吧？早不疼了。骗人！伤口好了，不代表心里不疼。睡觉。明天能不能带我去镇上？我想试着做卤味。我想挣钱，我想有自己的底气。明天去。你不怕赔钱？赔了再赚。顺路。八角一斤金黄。尝尝。能卖。今天一定要卖出去，这是第一步，一定能行。我要靠自己挣钱，这一世不一样了。今天带多少？
鸡蛋12个，豆干20块。太少。你这么有信心？好吃。卖得好，回来给你买手套。赚了钱再说。嬷嬷大婶，这是娄青青抢宝在进的。咸雪涛时间，豆冰2分，卤蛋3分，杂碎5分。跳囊子，要几个卤蛋？别吓客人。他讲价。今天生意真好，都卖光了。给你吃。谢谢。这天色怕是要下大雨了，你们赶紧回吧。好的，谢谢大婶，我们也走了。走吧。小心！上来。什么？你还挑着桶？不要了。那是花钱买的。人比桶重要。我不走。山还会塌。能站起来吗？能。荣辉，你要是不想我被砸死，就自己用点力。别睡，荣怀，你别睡。吵。嫌我吵就睁眼骂我，别闭眼。疼就说。说了就不疼。至少我知道你还醒着。你差点死了。没死。那也差点要扑过来，那石头砸下来，你不知道会死吗？知道。知道你还扑。你在那儿，别哭。别动。我皮厚，死不了。谁要听你说这个？下次不这样。真的。你骗我！你身上伤口深，得尽快找大夫。雨一停，我们就回村。路断了。青青，你吓死我了！先救荣怀，他被石头砸了，流了很多血。抬下山，去卫生所。从前在相府，女子管账，管的是月例银子、炭火布体，账再轻也不是自己的。如今这几页纸上一笔一画，倒真像是我亲手挣来的日子。
这批晒的还差半日火候，若急着入袋，后头要反潮，放西边架子上再晒一上午。亲亲，你眼睛也太尖了，这都能瞧出来。入口的东西差1分，坏的就是招牌。做生意同做人一样，不能只看眼前。卖完了，今日38块。38？还有2家饭馆问，明日能不能多送10斤？先不贪多，老汤还没养稳，人手也不够。饭馆要货可以，但得定数、定时、定价，不能一句话就让咱们忙乱。你说了算。他从不问女子能不能做买卖，也不笑她异想天开。他负责想，他负责做。这个家不像笼子，倒像一张慢慢铺开的梯子。见没？荣怀今儿又骑新车去县城了。才多久啊，连自行车都买上了。听说青青的卤肉卖的可好了，一上午就能卖空。一个小媳妇儿天天往外跑，抛头露面的，也不嫌臊。臊什么？人家能挣钱。挣钱？荣怀打几只野兔能挣几个钱？她一个女人在县城里笑来笑去，谁知道钱是哪来的？刘帅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我什么意思？我可没说什么，只是有些女人啊，长得一副软样子，心里不一定安分。以前夜里还住过男人家呢。哎呦，那事儿不是说荣怀救他吗？谁知道呢？这年月，嘴长在人家身上，想说清白，谁不会？人穷时，他们拿名声压他；人好起来了，他们又拿脏水泼他。真相不重要，看一个女人跌回泥里，才是他们最便宜的热闹。美凤啊，还补呢。你家秦秦如今发达了，没给你扯块新布？他小两口刚起步，哪来的发达？别听外头乱叫。你还替他说话呢？人家新自行车骑着，新衣裳穿着，院里山货晒得满满当当，听说一天能挣30-40块。哎呦，这亲娘还穿破棉袄呢。我不是挑理啊，可女儿再嫁出去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要是不贴补你，旁人看了也说不过去。30-40块，真有这么多？张婶子，你别乱说，秦秦和荣怀是辛苦挣来的钱。哟，妮妮现在倒会护妹妹了。可你想想，你以后嫁妆不要钱，你弟读轻车不要钱，你娘一把年纪，她娄青青看得过去？要帮也该听了外人几句话，就上门逼的。什么叫逼？我是他娘，我生他养他，他赚了钱，孝敬我不是天经地义？去，把你小姨叫上，还有你三婶他们，我们去看看他，顺便也让他知道，娘家不是死人。娘来了，小姨、三婶、2位嫂子也来了，院里乱，别嫌弃。坐吧，我去倒水。青青啊，这车可不便宜，小日子过得真红火。荣怀跑县城送货，没车不方便，攒了好些日子才买的。青青啊，听说你一天能挣30-40块，毛账看着多，肉钱、料钱、油纸钱、山货钱、人情往来都得扣，剩下的没外头传的那么吓人。你别一张嘴就是账，娘今天不是来查你钱的，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娘惦记我，我知道。还有我，你小姨以前可没少抱你，如今你出息了，给小姨找个挣钱门路，不过分吧？青青，你别怪娘说话直，你是我生的，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现在你有钱了，帮帮娘家，难道不应该？娘家有急事，我不能不管。借钱可以，借多少，做什么用，几时还，都写清楚，按手印，立字据。到日子还不上，提前来说，我也能再商量。还写借条？一家人更该人去批在，写清楚，省得以后为了钱伤了情分。你这孩子说的好听，不就是怕我们不还？三婶既然会还，那借条不过是个凭证，怕什么呢？我可以帮急，不能养懒；可以借钱，不能白送；可以认亲戚，不能把我和荣孩辛苦挣来的日子摊开任人拿。你这是防贼一样防娘家。娘，我若真防着你，今日不会请你做后会倒水，也不会说借。可若我今日不立归元门，谁想推就推，谁想拿就拿，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？谁家真有急用，先说数，20块也好，5块也好，写清楚，我今日就能拿。怎么不说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亲戚们来借钱，我正在请他们写借条。那就写。前世我守不住自己的命，今生便先守住这本账。钱能救人，也能招鬼，可鬼来了，总得让他先按个手印。
你说你这是图啥呢？青青啊，你可不能忘本啊！你现在出息了，可不能不管娘家呀。你哥还等着钱娶媳妇儿呢。就是啊，你那彩礼钱也该拿出来给家里用用了。伸手要钱时血浓于水，提起还钱便伤感情。亲情倒也会挑时候开口，能帮的自然该帮。既然是借钱，就写借条，写清数额、期限、手印。一家人还写什么借条？谈钱伤感情，不写也行，那便不借。山货要现结，肉要买，调料要钱，卤汤要养，酱坛要封，摊位也不是白来的。你这是把亲戚当叫花子呢！娄青青，你这是不认我们娄家人了。我认亲，不认无底洞。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翅膀硬了就不管我了。你吃我的奶长大，现在嫁人了赚钱了，就不管我这个亲娘了。娘若真到死活关头，我砸锅卖铁也管。今日不是救命，是分家底。怎么回事？那些的识货也不会少生学的人，是来打秋风的。没钱，滚！我是他丈母娘，还管不了他了。就是，妹夫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你媳妇儿。就是荣回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你媳妇儿。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，现在发达了就不认我这个亲娘了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我不活了！刘望京造巧没事。烈火手，但是你还不能吃人啊！还不快给你娘赔个不是？亲娘面前不丢人。我这是为了谁呀？正好是风，谁再闹就试试。咋回事？亲娘上门总不能不管。大家评评理啊！哪有亲闺女给亲娘借钱还要写借条的道理啊？我是你亲娘，娘若想我，想吃热饭，我欢迎。娘走了，若带人抢家底，这门以后就难进了。吓到了？不是怕，是从小到大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护过我，你是第一个。我要你护着我，不是要你把自己赔进去。你若真伤了人，明日公家的人来了，我是守着店还是守着你啊？那靠什么？靠规矩、明账、公家，靠让所有人知道，这个家不是谁哭一哭闹一闹就能撬开的。听你的。亲情可以帮，但不能纵。穷人日子难，可难不是抢别人锅里的理由。了日子麻烦。规矩本来就是拿来挡麻烦的。我以前一个人，谁欺负我，我就想法子让他怕我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有家，有生意，还有你，我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只想着出气。
今日的事你做得很好。不是说动刀不对吗？护我是对的，愿意收刀更对。啰嗦。前世我学会忍，是为了活；今生我学会立规矩，是为了好好活。这个家，从今日起，不是谁想闹就能闹的地方。从前在相府，规矩是用来困人的，如今我才明白，规矩若握在自己手里，也能护住饭碗。王家送来的菌子，说是昨儿又晒了一天。这批可以，记1等，按1等价结钱。一个纸包也这么讲究啊？折角要压齐，吃食买卖先卖味道，再卖体面。纸包齐才信你锅里也干净。这个男人从前只会用拳头挡麻烦，如今也开始学会把袋口扎齐。日子变好，有时不是一句情话，而是他愿意照他的规矩做。今儿这酱菜腌得正好，脆生。这坛子口可得弄干净喽，不然卤味容易坏。春桃姐，不急，切匀了才好入味。今日各处管事都要记清自己分例。啥管事？啥分例？我是说，谁干哪样活，谁记哪样数，活分清，账才不会乱。青青说话就是文气，听着像大户人家的掌柜娘子。今日开始，每批货都挂木牌，上面写日期、重量、谁经手，这也太细了。照做。你别吓他。照做，不吃亏。一个一个来，不急，只要货好，今日都收。你看看这次晒的行不行？干度够，颜色也好，1等。3斤6两。多了多了，规矩定了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山里东西嘛，哪能一点泥没有？这批不收，回去挑干净，再晒半日，下午再来，我给你去算足秤。我今儿卖了3毛多，琴琴给价公道，还现结。就是，可不是咋的，人家能挣钱，还带着咱们挣。就是，可不是咋的。给你们几个小钱就把他夸成菩萨了，女人家天天在外头跑，早晚出事儿。刘栓，你少说2句吧。人家琴琴让我们挣着钱了，你让我们挣啥了？挣一肚子嫌弃。你当初还追着人不放呢，现在说这些，谁不知道你心里酸？我酸他。走，回家。娄青青，你还真当自己能翻身？今日收山货7块3，预估出干菜包46包，半月后便能再添一口锅。你剥的？
手闲。荣掌柜手闲，还能不能再拨些？以前在相府，不，以前我读书时，总听人说女子不该太会算账。会算好，不会算容易被人骗。你挣的写你账上，谁也拿不走。前世银钱再多，也压在相府库房里。今生这一本账，每一笔都像我自己的名字。等以后生意再稳些，我想让姐姐也来帮忙。她手巧，做布袋记小账都行。她不该一直困在江参那件事里。你安排。你怎么什么都让我安排？你安排的好。这是什么？记号。怕人动。做吃时怕的事多，怕潮，怕霉，怕串味，也怕人心不正。以前有人害过你？听过一些烟撒事罢了。大户人家，书里常写。青鞋，你这是留记号，还是给人家开窗？我学。明日送货前，每包都要闻一遍。若有苦味、霉味、药味，一律不能出门。明儿早点去楼记排队，晚了又买不着。我家那口子就爱吃他家的酱菜，说干净，味儿也正。干净？我看你们吃了还能不能夸干净？凭什么？他本来该被我踩在泥里，一个疯子媳妇儿，凭什么让全村都捧着？明日一早送县城，今晚货架上锁。我睡外屋。你又不是门神。也差不多。规矩能防小错，能不能防住人心里的毒？先回去等通知吧。大学生也不是来了就能安排好位置，后面排着呢。同志，我是公社推荐上来的，材料都齐。齐不齐也不是我说了算。下一个。江参原以为大学生3个字能给他铺出一条青云路，可进了城才知道，体面不是穿一件中山装就有，前途也不是靠甩掉一个农村未婚妻就能换来。听说了吗？靠山村的楼记卤味就是那个楼青青饭馆东海开的。晴晴，给我来半斤卤肉，再添1包酱黄瓜。好，卤肉今日新出锅，酱黄瓜配粥最好。您拿稳，汤汁别洒。楼青青，她什么时候有这本事？青青，好久不见。青青，听说你如今做起买卖，我特意来看看。你一个女子在外抛头露面，总归辛苦。挣钱都辛苦，江同志若心疼辛苦，可以多买2斤。你还是这样，说话不饶人。其实我只是担心你，荣怀的性子，村里人都知道，他未必懂得疼人。江同志是来买卤味，还是来买后悔药？青青，你何必这样刺我？当初许多事，并非我本意。人往高处走，我也只是想有个前程。想有前程没错，错的是你拿别人的3年付出垫脚，踩完还嫌鞋底沾泥。说的是楼妮妮吧？当年她可没少伺候江家，江参退婚那事儿做的确实不地道。我和妮妮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婚姻大事不能强求。当年你说和我姐姐不是一路人，如今见我做生意赚了钱，又来同我叙旧情。江同志这一路人，变得也太快了些。青青，有些话不必当众说的这样难听。你如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何必把旧事翻出来？旧事不是我翻的，是你自己踩着旧事来找我的。你当初退婚，说我姐姐配不上你的前程，她替你照顾病母，替你洗衣做饭，替你下地帮工，你说那是她自愿。如今你看楼记有利可图，又来说担心我，
说旧时，说另眼相看。江同志，我只问你一句，凭什么你一回头，被你伤过的人就得站在原地等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买肉排队，叙旧免了，关心我更不必。我丈夫就在这里，他疼不疼我，不劳一个退过我姐姐婚的人操心。你嫁给他不过是被流言逼的，什么意思？若当初没有若当初，我嫁荣怀是我自己点头。他不虚伪，不踩女人上位，不把恩情当累赘，更不会在别人过得好时才想起自己曾经认识他。说得好，江深这小子当年确实绝情。妮妮，我今日来是想看看你。过去的事我也有苦衷。你不是来看我，你是被青青说的没脸了，想从我这里找回一点体面。妮妮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以前以为你退婚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跳河哭，觉得天塌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天没塌，塌的只是我自己搭错的屋顶。你走了，我还活着。江深仙，你别再来了，也会帮青青做活，会值得我恨，也不值得我等。人要从泥里出来，旁人拉一把只能救命，真正站起来得靠他自己把门关上。听说他去找娄青青了，可不是，看人家有钱了，又后悔了呗。当初退倪妮婚时多硬气，现在回头真不讲。你们懂什么？我不过是念旧情。旧情，旧情是在别人穷时不睬，不是在别人好了以后再凑上去。我去让他闭嘴。不用，这种人最怕的不是拳头，是没人再把他当回事。他好了些。他今日亲口拒了江深，江深被打脸固然解气，可最要紧的是姐姐觉得自己还能往前走。你会不会后悔？后悔什么？嫁我，江深再不好，至少名头体面，我名声差，脾气也差。体面若只长在衣裳上，洗凉水就掉色；若只长在名头上，风一吹也散。我要的不是别人嘴里好听的名声，我要的是遇事有人站在我身边。江深会说漂亮话，可他遇事只会把女人往后扔。你话少，却会把我从泥石流里抱出来。我不后悔。你笑了？没有。我分明看见了，荣怀，你笑起来还挺好看。看错了。前世他见多了会说话的男人，今生才知道，真正能拖住人的，从不是体面的嘴，而是危急及时伸过来的手。不对，或被人动过。你现在抓谁？打伤人，别人只会说你疯逼又犯。入口的东西关系顾客性命，
也关系牢记名声，不能凭怒气去抓人，要先保证据。这个年代有卫生所、公安、检测，不能让坏人反咬我们。昨夜查获时发现有几包味道不对，所以今日全部暂停，不卖1包。明日各位老顾客可凭这块木牌来领一份酱菜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昨儿吃了你家的卤味，肚子疼了1夜。大家都看看啊！你昨儿何时买的？下午。昨日午前卖空，下午没有出摊。前天买的。买多少？谁称的？有没有红绳？反正我肚子疼，你们得赔钱。那正好，公安同志来了。送检3包，检出老鼠药成分。老鼠药？昨夜有人看见你在荣家卫墙附近，家中搜到同类鼠药纸包和纸印。我就是想吓吓他们，没想害死人。入口的东西，你说吓吓？若不是我睡前复查，老人孩子吃下去，谁出了事，你能把命还回来吗？你心里不痛快就要毒我们！各位叔伯婶子，硫酸已经被公安带走了，货品已经封存检查，厨房会重新清洗，明日复检重做。今天让各位白跑一趟，明天各位凭这个木牌来领一份酱菜。这话敞亮。明儿我还来，宁愿停卖，也没拿我冒险。荣怀呀！样品送过去了，公安也去了硫酸家。人抓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公安说等检测结果一起办。荣怀，昨夜你总不能只打赢过我，这一次不靠拳头。他差点还出了气。按规矩办，他才会知道这不是村口斗嘴，也不是男人耍横，这是投毒，是害命。硫酸干的。哎呦，那昨儿要不是楼家二丫头停卖，咱们不就买回去了？刘川涉嫌向楼记卤味中投放有毒物，并借机诬陷，聚众闹事，现带回调查。管理局同志，我没想害死人，我就是想吓吓他们，让他们做不成生意。我没真想。硫酸，你往吃食里下药，说只是吓吓，那若是孩子吃了呢？老人吃了呢？赶路的工人买回去给一家人配粥吃了呢？你一句吓吓，是想吓谁？吓一条命，吓一户户家人。坏心落到锅里，就不是你想没想到的事了。带走吧。入口的东西，半点脏心都不能有。青青这孩子做事讲究，宁愿一天不赚钱，也不让咱们吃不明不白的东西。你们这回吃了这么大亏，还送东西啊？让大家受了惊，是我们楼记的不是。虽说坏事不是我们犯的，可客人白跑一趟也是真白跑。你太会做人了。你也会，
我？你会吓人，也是门稀缺手艺。你叫荣怀，你是谁？你父亲是不是叫荣怀远？别提他。我是周秉义，跟你父亲一起当过战友。你父亲当年不是坏人，他是被冤的。你说什么？周老情志，外头日头大，进屋喝口水再说吧。青青，你可以不信，但话总要听完。若是假，我替你送客；若是真，你父亲也许等这句话等了很多年。当年你父亲出事，不是他犯错，那几年形势乱，话说不清，人就被定了性。后来我被调走，等我能回来查，许多东西已经没了。现在组织正在几份柔才赚老材料，还有当年几个同医院另一有机会来。有机会？我知道这话来了太晚。我娘死的时候没人来，我爹被人骂的时候没人来，我小时候被人扔石头说我是坏人的种也没人来。现在你一句太晚，就想让我谢你？你不用谢我，你要怪也该怪。我这趟来不是求你原谅，是把你父亲该有的东西送回来。荣怀。这不是别人给你的施舍，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东西。我已经不记得他的脸了，他一直记得你。他出事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你和你娘。你回去睡。我不吵你。我不听着该不该看？可人这一生真是好奇，总有几句话不是说给旁人听的。阿怀。爹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上，若你看到，说明爹没能回家。爹这一生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，也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。若有人骂你，你别信；若有人逼你低头，可以暂时忍，但骨头别弯。青青，我在。如果他真是清白，那我这些年算什么？算你被人欠了很多年，可别人欠你的，不能再让你自己赔下去。先吃一点，人要替旧人讨公道，也得有力气。若你愿意，3日后跟我去省城一趟，你父亲的材料还要补，你本人也要到场。去吧。你不怕麻烦？我连投毒都查过了，还怕几张旧纸？再说，省城人多，嘴也多，肚子也多。你去拿回你父亲的名字。我去看看楼记能不能卖到更远的地方。你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生意。人活着总要吃饭，讨公道也不能饿着。车票、介绍信、粮票、零钱。荣怀规矩多，省城规矩多，不能乱。青青，夫妻也要讲规矩。你的伤口，你说开门，我再进去。怕吗？怕，可怕也得走。旧账要清。新账也要开。若你愿意，3日后跟我去省城一趟，你父亲的材料还要补，你本人也要到场。去吧。你不怕麻烦？我连投毒都查过了，还怕几张旧纸？再说，省城人多，嘴也多，肚子也多。你去拿回你父亲的名字，我去看看楼记能不能卖到更远的地方。你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生意。人活着总要吃饭，讨公道也不能饿着。车票、介绍信、粮票、零钱。荣怀规矩多，省城规矩多，不能乱。青青，夫妻也要讲规矩。你的伤口，你说开门，我再进去。怕吗？怕，可怕也得走。旧账要清，新账也要开。经上级研究决定，关于落实政策返还个人资产的公告。我就说嘛，荣怀这孩子看着也不像坏根子。是啊，以前就是传的邪乎，
这事儿啊，谁干的事儿？嘿嘿。以前都是误会，一场。复查的结果出来了。你的身份和你父亲的问题都要重新确认，去省城登个记。登记的。我们要先到省城去登记。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吗？你父亲当年确实有战功，只是后来那几年材料乱，口供乱，有些事情压下来，没人敢再提。现在还有几位老同事愿意出来作证。初步复查已经开始，后面需要你本人去省城补登记，配合核实身份关系。受教了。好媳妇啊！平凡有什么用？你爹想要你抬头活着。去省城是给我爹拿回名字。楼记也开第一国。怎么还在收拾？车不等人，就是去省城办事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人可以急，屋子不能乱。门前屋里乱，回来时人心也乱。屋子也是有脾气的，你敷衍他，他也敷衍你。潭底有猎，知道。有人敲门，我去看看。带上，路上吃。婶子，一共12个蛋，我记下了。等我回来，按市价折钱，或者拿酱菜换。哎呀，乡里乡亲的，提前多生分。正因为乡里乡亲，账才要清楚。情分是情分，买卖是买卖，混在一处，日子久了反倒伤人。这个我收，那个您拿回去。大闪，就是啊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。早些回来。我能行吗？姐，这些是我整理出来的酱菜初处理法子，你若愿意，
就先按这些做，做坏可以改，手艺要长在自己身上。我好好记，用心做。亲亲，你放心，我不乱来。我走着了。一家人还这么清楚，一家人更要清楚。不用马。靠油跑。车夫，慢些。那是传信的线。能通电话。若后宅有此户，姨娘传闲话能快10倍。小口喝。路上还顺利？顺利。劳烦周同志久等。不劳烦，材料带齐了吗？这份放上面，照片夹里面，别折。慢慢写，写错可以问，不是审你。先拿着，后面我会继续跟进。谢谢。该往前走的人是你自己。不见面也能把话送到。若楼既有电话，缺多少一问便知。夜里备货，不必再耗油灯。先住下，明天去市场管理处。今日已经劳烦同志许多，不算劳烦，你们把路走稳就是最要紧的。从前有人帮我，我总觉得后头藏刀。现在呢？现在也怕。怕就慢慢看。我只是试它是否灵便。包装、招牌、试吃，明天先看这3样。你怎么一点不怕？怕规矩多，怕卖不出去。可前头有门，就得推。明天你搬货、护摊儿、收钱，也看着有没有人捣乱。你不嫌我碍事？若冷着脸瞪客人，是有些碍事。听你的。睡不着？想什么？想明天的摊位，想包装纸够不够，想招牌写多大，也想这个城到底有多大。会看清楚的。你呢？你想什么？想我若真能恢复身份，以后该怎么活？先活得像个人，再想活成什么人。好。姑娘，头一回来。我没瞪人。知道，你天生就这面强。大姐，尝尝自家卤的，不要钱。
哪儿来的？青石公社来的，自家卤的。这卫生能信？城里馆子还要检查呢。没事儿，我来。大哥说的对，吃的东西卫生是第一条。我的刀和案板都是用开水煮过的，我做的东西绝对干净。小芳，小芳，你过来！再多切半斤。姐，这个带回宿舍方便，凉了也好吃，不用生火。这种酱菜不辣的，您放心尝。快没了。知道。青石公社有介绍信没有？有。头一回来省城摆摊儿，规矩懂吗？不太懂，请同志指教。下一个。你说你每天都来，你记这么细？记下来就不会忘，不会给同志添麻烦。你比那些老摊贩还仔细。卫生不合格，要停摊儿。谢谢同志。问这么久，是不是太急了？今天才头一天摆摊。摆摊是试水，开铺才是立足。工厂下班的人从这儿过，等车的人会看招牌，隔壁排队的人会往这边看。招牌白底红字挂这儿，柜台放这儿，进门就能看见，不会堵路。案板、陶缸、灶位在后头通风的地方。我不是在买房子，我是在给自己买一个不用再寄人篱下的位置。租下来要多少钱？这份进货，卤肉的料不能断，酱菜坛子要加2个。这份租铺，我问了隔壁粮油店，押1付3，还差一点，但差得不远。这份周转急用的不能动。这是给楼咪咪的，酱切的出加工让他在村里做，按件算钱。你信他？信任不是白给的，是给他一个能变好的位置。我自己曾被困在后宅里，4面墙1扇门，门从外面锁着，人如果没有路，只能往水里走。你不留一点？不用。
愿这一锅老汤养得长久，愿楼记今日开张，往后有门有路。来吧。荣怀，别吓跑客人。很好吃的，尝尝。今天新开张，刚出锅的卤豆干，配粥正好。不是，不好意思。明天去进点黄豆。累不累？青青啊，可算找到你们这儿了。青青啊，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才来麻烦你。你看你们现在日子过好了，省城有铺子有房子，晚清又是自家亲戚，住几天也方便。后厨不能进，账本不能碰。省城开销按月算清。我听表姐的。姐夫，我给你送茶。不用。姐夫真厉害。不要打扰我写字。姐夫现在在大学的那边做事真厉害，不像我，书也看不太懂，我自己看总是看不明白。姐夫能不能教教我？我没空。晚清。书看不懂，明日拿给我，我帮你分重点。凭什么不是我？明日进货，新品试做，开规矩。进出存，进出存。还不睡？帐不封，睡不踏实。表姐，我来帮忙吧。从折纸开始，老汤不碰。好。
姐夫，我给你们送夜宵来了。我熬了好久呢，红枣桂圆汤，补气血的。放那儿。要不，人家来喂你。姐夫，你天天忙这么晚，不吃东西怎么行？离远点儿。以后别总往后厨跑，油烟重，容易脏衣服。你这裙子挺好看的，别熏上味儿了。还不走？外头雨太大了，我等等再回去，姐不会介意吧？那就等雨小点儿。姐夫，地好滑。走路不会看路吗？还不滚！你生气了？是谁让委屈我弄死谁？小傻瓜。你离他远点儿。三姨的女儿，若真着来往，信吗？谁？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。姐夫在看东西，我不敢打扰。那就好。给我来2只卤鸭，来俩啊！有的熬烤小鸭。
怎么摔了？婉清，是不是鞋底太滑了？我看你这几天走路总不稳当，要不明天我陪你去买双防滑的布鞋。后厨和柜台之间地滑，你要总摔跤，以后还是别进店里。谢谢表姐，我没事。哎，我就说不行吧，那个荣怀不是油盐不进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妈，你说，如果说他欺负了我，村里人本来就害己害己，你疯了？这种事能乱说？为什么在外地了？就算楼七姐，她的名声也臭了。到时候她要么认了，要么离了，怎么着都轮不到楼青青一个人站着。那你得想好了，开弓有回头箭。我想好了，只要我咬死不松口。苏婉清啊，就是啊。看他多可怜啊！我去找他。等他把底牌亮出来。把门关上。婉清，起来说话。地上凉，跪坏了身子不值得。先把话说清楚。你说荣怀欺负你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上个月。上个月几号？记不太清了。大概什么时候？白天还是晚上？晚上。上个月15号到25号，荣怀每天早上6点到店里，晚上8点以后才回家。白天他在店里，在市场，在路上送货。你说具体是哪一天？我们对一下。你说你有了几个月了？几个月？你来省城才多久？你算计！我闺女说被他欺负，就是欺负了。你拿那些破纸有什么用？三姨，你别急，我问这些不是为了冤枉婉清，是为了帮她。如果荣怀真的欺负了她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该赔偿该报警。但如果是有人故意往荣怀上泼脏水，那就别怪我把事情查到底。我比他年轻，你就能站在那儿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这个，凭这一锅一锅熬出来的汤，凭我没把别人的丈夫当成自己的捷径。省城的房子、店铺、荣怀都不是你们的，以前不是，以后也不会是。婉清，女人想过好日子，不该把别人家当梯子。他们为什么会那样？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自己挣不来。幸亏你不是我敌人。争的不过是一张床，一份利银。可我现在手里有账本，锅里有老汤，身边有他。荣怀，你看这个，省城首届名油特产展销会，下个月在工人文化宫举办。你想参加？当然，这是咱们打进省城市场的机会，到时候全城的采购商、饭店老板都会去。要是能在展销会上打响名气，最后一家才有。
诸位各位老师，我们家的卤味都是用的上好的食材，每天新鲜卤制，绝对不会卖隔夜的。肉让人记住第一口，酱菜让人想吃第二口。辽记卤味秘制配方，您尝尝。好吃，这是什么肉？怎么这么嫩？野兔肉，20多种香料卤制的，保准吃了还想吃。给我来2斤。本届产销会金奖获得者：楼记卤味。去吧。这锅卤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一锅一锅熬出来的，也是乡亲们一筐一筐拖出来的。讲是门面，味道和规矩才是根。试吃碟换新的，礼盒别摞太高，压坏脚不好看。今天第3批货下午3点到，冷柜提前腾位置。一切都值得。1年前，他还在省城巷口支着小摊，被城管追着跑，连煤炉子都怕被人掀了。
还没开门，就先当门神了。后厨都查完了？查了，牛肉少了5斤，我让人退回去了。少5斤都能发现？你不是说过吗？规矩要细，不然迟早出乱子。是不是百货大楼的人来了？张主任，劳老板生意做得不小啊，混口饭吃。长期供货不是小摊子买卖，包装统一，重量统一，卫生证明齐全，供货稳定，一样都不能差。若出了问题，百货大楼会直接终止合作。这是应该的。如果合作顺利，百货大楼会先签1年长期供货合同，以后甚至可能扩大到外市。不过合同一签就得按规矩来，若违约，可需要中人做保。我的是，若按现代规矩，该怎么签便怎么签，供货批次、赔付责任、违约条款都可以写清。娄老板挺有意思，不过你放心，现在不兴找中人，讲的是合同和法律。明白。合同这边没什么问题，下周开始先施工1个月。对了，百货大楼以后可能要求统一品牌标识，你们现在这个包装还能再正规点。对，现在省里估计规范经营，以后冒牌货只会越来越多，想做大就得先把名字立住。品牌名声成为保护自己的武器。想什么呢？我忽然觉得这东西跟门楣很像。门楣？前世里大户人家最重名声，谁家出了丑事儿能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。可若换个方向想，好名声其实也能护人。别人看见楼记就知道不会缺斤少两，不会拿坏肉骗人，那这2个字儿就值钱，这不就是品牌吗？以后每家店都用这个，包装一样，味道一样，规矩一样。那我算什么？什么算什么？你这牌里，我算是什么份？勉强给你个老板夫。称重之前先擦秤盘，客人看着你擦会安心。找零必须当面点清，试吃碟半个小时换一次。客人若投诉，不许抢话，先听完。这也太麻烦了。你觉得麻烦，可顾客若坏一次，以后就不会再来了。生意不是一天做的。牛肉颜色不对，退回，连灶火温度都要重新确认，核对清单，压货重量不够，重称。白哥，这点小事也查呀？他定的规矩。规矩坏一次，店就坏了。荣怀，我刚来的时候连同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那时候我连坐公交都害怕，听见广播喇叭都觉得像圣旨，还以为女人当街说话会被罚，现在居然都开始谈合同了。该谢的人是你自己，有胆子，有脑子，也有本事。我只是比别人早一点站到你身边。那以后还愿不愿意一直站着？愿意。青青啊，可算回来了。听说省城开大店，还拿了奖，荣怀现在也体面了。托大家惦记，回来看看娘和姐姐。青青，我帮楼记收菜、腌菜、晒货，还定了亲。对方是邻村木匠，人踏实，不嫌我退过婚。给你添嫁妆，是妹妹给姐姐撑场面。不是因为你站不起来，是因为我是你妹妹。娘，娘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不是以后无底洞的开口。以前只想着穷和脸面，
没把女儿当正经人疼。落水那天先骂青青，妮妮退婚时只怕人笑话。我不能替从前那个娄青青说，全都算了没了。但以后若你真把我和姐姐当女儿疼，我们也会怕把你当娘敬。人犯过糊涂不怕，怕的是一辈子糊涂，还拿亲情当刀。我做的没你店里好，你尝尝。火候老了些，盐也重了一点。若是在店里，我要扣工钱。扣就扣，以后我学。学可以，进后厨要先洗手3遍。你这规矩真多。他规矩多，店才开得起来。荣老板夫，现在会替我说话啦。这个是按你写的法子做的，水分量的足，盐我也称了。就是前几日下雨，我怕反潮，搬进屋里2天。不错，脆，酸度也好。以后这批可以直接供省城2店。不过包装还要再细些，你出嫁后也别停。若你婆家愿意，咱们可以让你负责一个小作坊，工钱照算，账目明清。青青，你这是给我留后路。不是后路，姐姐，你不是谁家的附属，你能做事，能挣钱，能把日子过稳。男人若好，你们一起过；若不好，你自己也不至于再被逼到河边。爹，我回来了。以前我总觉得你走了，什么都没给我留下，留下的只有别人的骂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你没给我留下东西，你还给我留了一点骨头，让我被骂那么多年也没真弯下去。爹，我是娄青青，前些年多亏荣怀护我，往后我也会护他。您放心，他不是村里说的疯子，他是很好很好的人。娘，这批盐又重了吧？我这回少放了。我尝过，能吃，店里不能卖，自家下周没问题。你到底是哪边的？那我回去尝，若能改好，以后给你安排一份活，钱按件算，账造米。我都这岁数了，还能干啥？能洗菜，能晒菜，能学着按规矩做事。但娘进作坊就按作坊规矩，不按亲娘规矩。行，按你的规矩。娄老板看着温温柔柔，开业这天比考试还吓人。你懂啥？咱们店能开第2家，就是靠这规矩。卤肉、酱菜、山货都到了，活也稳，后厨进出登记好了。辛苦荣老板夫。感谢大家前来捧场，今天是咱们酱菜铺子开业的日子。楼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，也不是谁施舍给我的体面，它是我们一锅一锅熬出来，一包一包卖出来，一笔一笔账算出来的。这里面有我姐姐晒的菜、腌的萝卜，有村里乡亲送来的山货。他不是把我关进家里的人，是陪我把门打开的人。他替我搬货、挡麻烦、学规矩，也学着不用拳头解决所有事。所以今天这家店不只是楼记的第2家店，也是我们这些人一起把日子过出来的证明。娄老板说得好。酱菜别装太满，找铃铛面点清。青青，这个我能擦吗？洗手了吗？洗了3遍。那就擦吧，顺着木纹擦，别来回乱抹。哎，今天很圆满。是啊，圆满。在想什么？想骗明天要多备3成货。回店里吧，客人还等着。